在丽江客栈休整6天后，我们准备离开这里，正式开始轿车自驾西藏。这次进藏，我们选择滇进新出，从丽江先走国道214滇藏线，到达芒康和318国道汇合后，再一路向西到拉萨，随后再去新疆。出发前，我们给车子做好了保养，客栈老板美丽姐姐亲手包饺子为我们践行。在丽江待了7、8天了，今天准备出发进藏了。进藏前呢，阿姨说给我们包顿饺子。现在来到地边割韭菜来了，这一大片韭菜田，韭菜长得还挺旺的，主要是新鲜。这边空气温度特别舒服。我跟你们走。哎呦！哇，炸了！爆炸了！炸了！这个也快了，它一直在动。我们刚把2个捞一起拿出来。我去，真的炸了，成这样了！哎呦，怎么成这样了呀？这个还没有，也快了，我都不敢动。对。刚准备从丽江出发进藏了，然后这边就成这了。这海拔才2600啊，2500就炸了，砰砰2个。再见啦，丽江姑娘走过的地方。阿姨走了，拜拜。拜拜。忙着呢。我们现在正在过金沙江大桥。我们的车下面就是金沙江，这块的金沙江还挺宽的。现在到了香格里拉虎跳峡的方向了，往右走。普达措国家公园也在这个方向。从丽江出发，一路向北，大约80公里后，我们到达虎跳峡景区。距离景区停车场还有5公里的地方，需要先买门票。多少钱一张票？1张票45，还有一个5块的停车费，一共95。走了。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从云南的丽江去往香格里拉，在半路上遇见了万里长江的第一峡虎跳峡。我们现在已经买票进入这个景区的里面了。其实它主要的观景台是在最下面。但是现在这个角度呢，也可以看到哈，我身后的这一条河呢，这个就是金沙江，也是长江的上游。这条金沙江呢，是发源于青海的格拉丹东，它是从青海奔波了数千公里到达了这里。到这儿之后呢，突然被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拦住了去路，所以呢，本来比较平缓的、平静的这个河流到这块突然变得怒不可遏。然后这个虎跳峡呢就在下面，虎跳峡呢据说是全中国最深的峡谷之一。我们现在从这个上面的观景台往下一直下到最底下，就能近距离的看到虎跳峡的壮观之景了。然后这边现在是有一个电梯，这个电梯也能坐，但是很贵，一个人是100来回往返。我们就走楼梯下去吧，走吧。在这儿能感受到虎跳峡的气势了哈！好害怕呀！这河水太凶残了啊！不知道能不能收到音，这河水声音太大了。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了，快下到最下面了。在这个地方呢，听到这个水的声音真是特别的大，因为我们怕一会儿到下面麦克风收不到音，所以到这儿呢，跟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虎跳峡名字的由来啊。大家看到中间那儿有特别大的一块巨石，因为这个峡谷呢特别的窄哈，它最窄的地方呢只有30米，就那个地方不足30米。就传说中以前的猛虎下山的时候，它是踩着那个石头过江的，所以把那个石头叫虎跳石。所以呢，这个峡谷的虎跳峡得名也是从这儿来的。虎跳峡是这样子的，那个方向呢就是金沙江来的地方，上游它是往下面走。走的过程中呢，这个左边是哈巴雪山，右边是玉龙雪山。
2座雪山呢把它拦住了，然后呢，这个金沙江的江水呢就从2座山中间深深的切出了一条峡谷，虎跳峡就是这样子的。万里长江的第一峡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因为呢，我们2个之前从重庆的时候是见过了很多就长江边上那种峡谷，但是跟这个比起来，这个真是太壮观了哈。我们继续下吧，下到下面那儿有一个观景台。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看岸边那些人都好害怕，好像被冲走了。走吧，咱们继续下呗。虎跳峡位于金沙江上游，全长17公里，分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3段。我们现在所在的景区为上虎跳，峡谷垂直高差达3900多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从无人机航拍的画面看，南岸的玉龙雪山海拔5596米，临峡一侧山体陡峭，几乎是绝壁，无路可寻。北岸的哈巴雪山海拔5396米，临峡一侧山坡稍缓，这一侧有一条简易的公路贯通全峡。站在虎跳峡的旁边啊，这个水声真的特别的大，我现在已经听不到文涛在跟我说什么了。但实际上呢，这边的水量还没有到最大的时候。这个到每年的7、8月份的时候啊，听说那个虎跳石都会被淹没。但是无论这边的水流多么冲击多么的大，这个石头这块巨石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被冲走过。虎跳峡不仅深，而且窄。深入谷中，看天一条缝，看江一条龙，头顶绝壁，角临激流，令人心惊胆战。江水狂驰怒嚎，时乱水击，飞瀑轰鸣，构成了世上罕见的山水奇观。离开虎跳峡后，我们继续向北，终于在天黑前赶到香格里拉。请期待我们的下一个视频。离开了雄奇险峻的长江第一险虎跳峡，我们来到了香格里拉，又或者叫香巴拉。你可知道香巴拉这个名字是多么神奇的一个存在？我们现在终于到了香格里拉市区了。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厉害。现在海拔3330，真的，知道吗？香格里拉是传说中有宝藏的一个地方。对，我天，后面的车这么快，我给你让，吓死我了！限速50，他开500，感觉。你看我50开着，他多少开着？到香格里拉了，加一个油，香格里拉的油价，哇，7块8毛3。每天到拉萨，那19块了吧？那油一路越来越贵了。马上贵了，哇，那肯定30里营房那边最贵，阿里最贵了。34升油都270了，哎，油越来越贵了。这就是我们昨天在香格里拉住的酒店，好有藏式的感觉，是吧？对，咱们这个酒店就叫藏式民居客栈。哦，你看旁边这都是木头的，木头涂了点漆，哎呀，感觉这木渣还得掉，挺好的，挺有那种感觉的。是。我们现在收拾好了，准备撤。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去德钦，从这儿去德钦大概4个小时吧。对。然后我们等一下出去呢，先去香格里拉的古城独克宗去转一转，然后吃点饭就出发了。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海拔是3200左右，等到晚上到了那个德钦3400，再到芒康应该是3700了。我这一路海拔就是一直在飙升了。我说这已经有藏区的感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抱着桶喝水，我感觉气已经喘不过来了。对呀，就是弯腰系个鞋带，再抬起身来，就感觉到呼吸困难。对。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香格里拉，早已不是传说中神秘之地香巴拉，而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城。在上世纪，它叫中甸县。2001年12月17日，
民政部批准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自此香格里拉这个名字给中甸县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现在的香格里拉到处都是旅游的印记，仿佛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是为了旅游而生。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大名鼎鼎的香格里拉其实没有太多好玩的，也只有独克宗还有一些原始的气息。个人观点，大家不必单纯为了香格里拉这个名字跑这里一趟，如果走滇藏线进藏的话，来看看还是可以的。谢谢，这是我们的午饭了，早午饭，米线。再不吃米线，去西藏吃不到米线了。对，我今天也这样想的，毕竟我们今天开得快，可能就离开云南了，对吧？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首府香格里拉市。香格里拉市里面呢有一座独克宗古城，这会儿我们就站在独克宗古城的最中间。我身后的这座山上建了一个，就那个像寺庙的一个建筑，这个就是独克宗啊。独克宗在藏语发音中的意思就是建在石头上的城堡。另外呢，它还有个意思呢，就是月光城。我们现在呢，准备到上面去看一看。上面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转经筒，但是要爬上去比较难了，因为这块的海拔已经到3300米了。我们等一下要爬一个楼梯，就前面有个楼梯，我感觉我爬上去肺都会炸了。高海拔地区就是稍微运动一下特别累。这块以前就是那个茶马古道上特别重要的一个驿站，因为这里是进藏前、进藏后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哈。咱们现在爬呗，这个目前没有收费哈，是从这儿上的吧？是的。月光广场，这里就是独克宗古城的中心了。月光广场。走上吧。走。不情愿的开始爬山了。有点感觉爬不上去，主要昨天虎跳峡爬的两个人实在不行了。对。这个在平地爬的时候我们都会喘，关键它的海拔3300，对，爬这个太累了。我先爬了，我就不说话了，越说话越累。好。这个转经筒啊，是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叫吉祥如意状，现在在施工，转不了。哎，你看它那个以前哈，它是那边是灵活的嘛，对，不是固定的。以前呢，这边好像说是需要5个成年人，对，能把它转动。现在它那上面写的已焊接，禁止转动，应该是不能再转了。对。然后它上面雕刻了很多特别精美的那些，菩萨呀，还有佛什么的啊。对。应该是经文，感觉是。对，上面有经文，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山水画，做的挺漂亮的哈。对。挺大的，现在在维修中。传说，还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了。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了，咱们去藏区都跑遍了，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对，没有。这个我看着应该有20多米，20-30米高了。对。然后直径目测应该在5米左右。对，直径感觉5到10米吧，快。走直径啊！你看那个人，你看那个大哥在那儿工作那个。啊，挺大的，反正。非常大。有7-8米、10米了哈，跟咱客厅差不多宽了都。可惜啊，现在转不了，让人看看吧。这就是大佛寺了，你准备绕着转一圈，很多人都转错了。对，它上面其实写了，请往左行走，其实就是让你顺时针转。对。然后这个地方呢，据说可以看到整个独克宗的全貌古城，它位置比较高一些，但是这儿有树，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点，去那前面看看吧。我觉得来这边的游客很多还不太懂藏区的习俗啊，是吧？对，因为这边怎么说，它海拔相对低一点，然后距离城市近一点，对，游客会更容易来一些。西藏很多游客他没有时间，第二好多人怕高反去不了，所以就像甘孜、甘南还有迪庆，对，这些地方就会多一点。我觉得来这边就是来完丽江，顺便来这儿，是吧？是的，香格里拉的游客挺多，是因为香格里拉距离丽江太近了。对，丽江的游客很大一部分分流到这里了。是的。实际上他们往北也不会再去芒康啊、德钦什么的，就是到这儿最多去个德钦离这挺近，最多去看个梅里雪山，对，他们就结束了。是。很少有再进藏的了。所以大家来藏区一定要记好是顺时针转。哦，这里可以看到哎，但是被经幡挡着了。
是。透过金帆能看到一些哈，能看到，就是整个这个都克宗古城的全貌。实际上它就在几座山的中间一个小凹地里面建的，对。然后核心区就是围绕着这个巨大的转经筒周围的这一圈，外围的那些都是，客栈呐，对，吃饭呐什么的，最主要就中间这一些。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茶马古道的博物馆，目前也是关闭状态，还有一个是红军长征的迪庆纪念馆，那个好像开着呢，一会儿如果有时间我们去看看。看上面还有一个佛寺，哪里？你往后，往我这边，看那个顶那儿，那个好高啊。对，那个在山上。哎呀，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经幡了啊。嗯。经幡由哪5种颜色组成呢？红、黄、白、绿、蓝。对，那么五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呢？考考你。忘了，一个代表大地，一个代表空气，一个代表水，一个代表土地，自然，风，是吧？黄色是土地。啊。然后这个，蓝色是天空。对。红色的是火焰。对。绿色代表的是草原森林。对，白色空气。好像对，好像是。像云朵啊什么空气什么的，不太记得了。你看这边它墙全是黄的啊。对。黄色其实他们这儿吉祥色啊。黄色还有一种颜色叫藏红色。就上面这个。对，就藏族这边人，就不仅是寺庙，他们这边的就普通的人家里修房子，它上面也是用这种藏红色，这是藏红花那个颜色。是。我们现在要顺着这个方向走啊，一定不能走反。游客多，很多人走反也没什么哈，就是不懂啊。对。转完寺了，准备离开香格里拉了。香格里拉。其实这个地方它以前不叫香格里拉，这地儿最早是叫中甸县，后来是改成香格里拉了。而香格里拉这个词儿呢，它最早也不是中文的词儿，它最早是出现在一个英国的小说家叫 James Hilton， 他在自己的一本小说里《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 它里面写的，这个地方它翻译成Shangri-La， 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英文单词叫香格里拉。但实际上这个词儿在藏语中是有一个与之对应很类似的词儿叫香巴拉，藏语中的。然后这个词儿它本身它就是一种就类似于中国人对世外桃源的描写和向往，它是这样一个意境。它就说的是香格里拉实际上是一种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是完全对立于现代这个工业社会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他书中所记载的香格里拉的确切位置没有很精确的，只是说呢，它在中国的横断山区。那后来我记得有很多的城市在争这个地方哈，那个四川的稻城啊，还有云南丽江，很多地方在争。那最后呢，它是落在了云南的中甸县，并且把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市，就这样得来的。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有那种色彩的哈，对，神秘的色彩，传奇色彩，是的。那咱们现在就出去吧。对，出去香格里拉市的市区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县级市哈，也没有什么去的，我们就主要是在这都宗克古城里面逛一逛。这边现在参观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我俩现在准备开车，晚上天黑前赶到德钦县呢。我们今天预计是住在飞来寺那块儿，希望天气给力一点，可以看到梅里雪山日照金山的美景吧。走吧。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香格里拉的市区，离开前呢，我们在路边买了点水果，因为越往西藏的方向走，水果是越贵的。但实际上呢，香格里拉市这边的水果已经挺贵，它那个桃子一斤是8块钱，李子一斤也是8块钱，香蕉还行，香蕉是3块5一斤，还算正常。然后我看我还买了啥，那个芒果这价格也还行，反正我在这儿刚刚买了大概50块钱的水果吧，也就能够吃个两三天的。再往前走着再买吧，因为前面真是越走越贵了。我们这会儿呢已经开上了214滇藏线，预计到今天的晚上7点左右能够到达德钦县的飞来寺。飞来寺那个位置呢，其实离市区呢有点距离，但是那块是观赏梅里雪山的最佳位置。希望今天的
天气能给力点吧，下午能让我们看个日落也行。日出我们俩是起不来的，估计起不来的。好了，出发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落石区域，看左边全是用这种铁丝网把石头给包着，2层铁丝网，上边的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山罩起来了，下面还有一个那种保护层啊。看这山体，一看就是天天落石的。对，尤其到了雨季，一下雨，山体上面表层一松，容易掉。我们刚过的那个路上有好几块都是落石下来的。除了落石外，滇藏线比较危险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公路都在山体处开凿，如果不小心冲出护栏的话，基本上就很危险了。另外，由于公路在山体开凿，弯道也非常的多，很多弯道视野不是很好，需要小心驾驶。整体而言，铺装路面路况还是很好的。我们现在在金沙江这个大峡谷，我天哪，太可怕了吧！可怕！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可怕。看我前面，哇！Oh my god！ 可怕不可怕？回来吧！吓死我了！我不敢看，吓哭了。我们俩刚又从那边过来的，对，在峡谷上面开的。是。哎，我都不敢往边站了。那还有个佛塔，看。怎么在那建的佛塔呀？不知道。太恐怖了，那个就在半山坡上，下面人深不见。这是我们在飞来寺旁边住的酒店，这酒店一共有5层。哇，在西藏这边上个楼梯感觉要命的。我们为什么要上5层？因为5层这边直接可以看到梅里雪山。哇，我的天哪！看这景色，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景色？太美了！天哪，怎么会有这么美的景色呢？此景只应天上有啊！哇，传说中的梅里13峰，1、2、3、4、5、6、7、8、9、10、11、12、13。梅里雪山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常年上面都是云。我现在在梅里雪山这个观景台，也就是我们酒店的楼顶，在这儿看梅里雪山的日落。然后狒狒在这儿吃螺蛳粉，你们敢信？这种行为应该得到谴责的。这种神圣的美景下，来一份，贼好吃。哎呀，看我拿我的锅自己煮的，看。天，这太臭了，我快吐。这里面还有青菜呢，有那么恶心吗？至于吗你？错了，真太恶心了。大家好，我是狒狒，我现在在云南迪庆州的德钦县，这里是走滇藏线进入西藏前的云南省境内最后一个县城了。从这里呢，再往西藏方向走大约100公里就进入西藏境内了。进入西藏的第一个县城是芒康，我们预计大概4个小时吧，从这儿出发，4小时后就会到达芒康。我们现在呢的地方是位于梅里雪山脚下这边飞来寺附近的酒店。这边呢很多家的酒店，他们都有那种观景的房间，还有观景的平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昨晚上住的那个酒店的5层观景平台。站到这个位置呢，去看这个梅里雪山，位置特别的好。但是呢，因为现在是夏季的时候呢，梅里雪山的上面云雾是比较多的。今天早上6点多我就起来了，在这里想拍一下梅里雪山的日出，看能不能拍到那个日照金山的场景。但早上起来呢，就是这个样子。云雾非常多，头顶是蓝天，但是雪山的上面全都是云雾。其实我们说的梅里雪山呢，并不是单独的一座山峰，而是我们眼前这样子延绵了这么长的这一些雪山组。但实际上呢，它的最高的一座卡尔伯格峰呢，在这个位置，在云雾最浓的那里面笼罩着。那个卡尔伯格峰的海拔是6740米，是整个梅里雪山海拔最高的一座。说起梅里雪山呢，好多人以为梅里雪山是在西藏，实际上不是。梅里雪山的绝大部分是位于云南的境内的，距离香格里拉市也比较近。然后从德钦县的这个飞来寺以及那边还有个雨崩村去观赏梅里雪山都是非常好的位置。但是呢，梅里雪山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成功的登顶。大家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峰珠穆朗玛峰
都有很多人、很多的登山队、个人和团队都成功登顶过。但是我身后这座梅里雪山真是生命的禁区，真是冒险家的坟场。这个地方呢，在1991年的时候，中日联合队曾经进行过一次尝试攀登过，但是失败了。17名队员遭遇了雪崩，永远的埋葬在了卡尔伯格峰。在1996年的时候呢，中日联合队又对他发起了挑战，但依然以失败而告终。所幸的是这次没有人员伤亡。那从这次之后呢，中国就正式的立法，卡尔伯格峰和整个梅里雪山这一片是禁止攀登的，禁止任何登山队进入的。因为呢，卡尔伯格峰呢，实际上跟我们所熟知的冈仁波齐一样，也是属于藏传佛教、雍正本教他们心目中的神山、圣山之一。尤其在本教的眼中呢，像那个青海的阿尼玛山，还有另外一座神山，以及冈仁波齐还有梅里雪山，这4座是他们心中的四大神山。所以在当时呢，像91年那次中日联合队来这里攀登梅里雪山的时候，是遭到了山脚下所有藏族同胞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呢，卡尔伯格峰是神山，上面是有神灵守护着山下面的百姓。如果说呢有人登上去了，神灵就会撤走，不再庇护大家。所以当时呢，他们登山行动是遭到了一致的抵制。总之呢，一到藏区会有很多神秘和传奇的色彩，也可能真的卡尔伯格峰是一座神山吧。总之呢，这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去挑战成功，那现在以后应该也不会了，因为这个已经立法禁止了。好了，我们现在在这边再拍几张照就准备出发了。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到西藏的左贡，中间会路过芒康，整个需要开车8到9个小时吧。我们也是边走边看，如果哪里风景好的话，多停留一会儿，可能就在芒康休息了。走了，我们今天就正式的进入西藏境内了，不管是到芒康还是左贡吧，就正式的进藏了。